一间废品站被800名特种兵紧急包围，可他们要抓的既不是毒贩，也不是逃犯，而是一名正在收破烂的高3学生。一切只因我在自家废品站用破铜烂铁造出了各种划时代意义的先进武器，不仅有360度无死角抓取物品的灵活机械爪，还有能搭载核导弹、航程2万公里的巨型无人机，甚至还有能完全拟态的智能机械狗。起初我只是想帮叔叔制造些机械工具，好让他在给废品装车时省点力气，不料却被警方以倒卖军火为由请去喝茶。就在3天前，龙都职业技术学院的大阶梯教室里，铃声响起，我把专升本考试卷放在桌上，等着监考老师收卷。临收卷前，我又看了眼最后大题，上面的长条形草图旁赫然写着“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几个小字。监考老师收完卷，我没停留，便骑上单车往家赶，因为我还要帮叔叔收废品。而我原本是龙国军工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却在半年前穿越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家境贫寒的专科生。和相依为命的叔叔李富贵经营着废品站，父母双亡的我是叔叔靠收废品把我养大。我本该考更好的大学，却担心叔叔的身体，选了离家最近的专科院校。骑了10几分钟的车，我熟门熟路从收购站后门进去。此时一辆大货车正停在院中，叔叔正费力地扛着废弃钢材装车，单薄的身子不停颤抖。叔不是说了让你等我回来吗？你身子骨啥样自己还不知道吗？我跑过去接过他肩头的钢管，麻利地扔进货车斗。烤得怎么样？李富贵用袖口抹了把额头的汗珠，慈爱地看着我，手拿把掐。放心吧叔，你还是老样子，负责挂爪子就行了。我冲他笑了笑，转身跑进库房，把自制的无人机搬了出来。收购站经费紧张，还要供我上学，没钱买铲车，我就用废品自制了无人机机械狗帮着装车。叔叔用不来这些工具，每次都是我操控。他打下手，无人机4个巨大的螺旋桨启动，我熟练操控遥控器，让机身下方钢索悬挂的2个机械爪精准落在废旧钢材堆上方。李富贵顶着强风把机械爪扣在钢管两侧，随后迅速躲开。无人机轰鸣着抓起7、8根手臂粗的钢管，升空转向，精准飞到货车斗上方。机械爪打开钢管落在车斗里，接着又返回继续装车。突然数十辆警车闪着红蓝灯停在废品站门口，数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了收购站。紧接着2架直升机悬停在头顶，机舱门里伸出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和叔叔。我连忙关掉无人机，直到这时才听清直升机的螺旋桨声。别动，把武器放下，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城南公安支队2大队队长孙国战拿着扩音喇叭在车后喊话。我和叔叔高举双手，缓缓向门外走去。你是不是犯啥事了？叔叔身如筛糠，大声喊着，怕我听不清直升机的噪音。叔，你是不是又收国防电缆了？我没听清他的话，也大声回喊。门外几十辆私家车被交警截停，不少车主拿着手机拍摄发往朋友圈。我和叔叔走出收购站，4名警察立刻上前把我们押进警车后座，其余警察则冲进收购站展开地毯式搜查。警车车门关上，我冲叔叔笑了笑，你先说，臭小子现在还有心情笑？你是不是犯什么大事了？趁着没人赶紧告诉叔，叔给你想想办法。李富贵焦急吼道，我还以为叔又倒卖国防电缆了，既然不是你的事，那就不是什么大事。我长舒了口气，嘴角微微上翘，臭小子你还笑？这么大的阵仗你以为会是好事？叔叔的焦急更甚，还多了几分疑惑。放心吧叔，真的没事，可能就是误会，一会儿就把咱们放了。我正要继续安慰，警车门突然被打开，放了你们？你们竟敢倒卖军火，真是狠行啊！还想放了你们？做梦吧！孙国战鄙夷地看着我们叔侄俩，倒卖军火，误会啊警官！叔叔连忙开口辩解，没什么误会的，我们已经接到了群众的举报，说你们倒卖军火，你看看那是什么？孙国战指了指收购站门口，正有2人抬着我做的机械狗往警车后备箱装，你们管这个叫军火？我看了眼机械狗，又诧异地看着孙国战，还嘴硬，到局里你就承认了，给他们2个戴上手铐，再找个货车把那架私自改装的无人机拉回局里。我坐在警车后座，看着飞速划过的街景，思绪飞速运转。叔叔则苦口婆心地解释，警官，我们叔侄俩真是好人啊，那个小玩意就是我侄子自己做的，真不是什么军火，那个身子就是回收的煤气罐改的，那腿是用的汽车下支臂，还有脑袋是废弃摄像头。孙国战通过后视镜看我，见我表情淡然，毫无被抓的觉悟，再看叔叔口干舌燥的样子，竟以为我们是惯犯，心里暗自盘算着审讯的事。10几分钟后，警车到了城南公安支队审讯室里，孙国战看着登记完我基本信息的书记员，转头冷冷地对我说道，老实交代吧。说什么？我无所谓地晃了晃放在桌上的双手，语气平淡无波，都到了这里你就不要心存侥幸了。孙国战身子前倾，双肘压在桌板上，交代什么？我目光淡然地与他对视，没有丝毫躲闪，还不老实，都人赃并获了还在嘴硬，你不要以为你不交代，我们就没法定你倒卖军火的罪名。孙国战气得一拍桌子，大声训斥，大叔你倒是问呀，你不问我说啥呀？我无奈地翻了个白眼，说说吧，你是怎么把这东西偷出来的？你的交易下家又是谁？孙国战压了压火气，指着我面前那堆废铁改造的机械，你说我会去偷这个玩意？我鄙视地看了他一眼，语气不屑，陛下你最好端正态度，现在说的是军火的事，你不要刻意偷换概念，走私军火和偷盗可不是一个罪过。再说了，这也不能叫玩意，这叫机械狗。你的资料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你已经24岁了，却还在读大专，你家又是开废品收购站的，经济状况还非常拮据，送过外卖，发过传单，做过兼职，你叔叔还有过倒卖电缆的记录，这些还不够吗？还不老实交代？这位警官，既然你这么快就把我的资料查清楚了，那你先说说什么叫走私军火，再说说什么叫机械狗。我懒洋洋地做着，表情平静，目光里却带着赤裸裸的嘲讽。孙国战把资料摔在桌上，还死鸭子嘴硬是吧？看看这就是机械狗，都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你最好老实交代。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愤怒地起身，指着地上的机械狗冲我怒吼：我是穷，但我不是傻。这算什么机械狗？充其量就只能算我自己坐着玩的玩具罢了。真正的机械狗可是能安装武器上战场的，而你面前这个既然没有武器，就不能算是机械狗。既然不算机械狗，当然也就不能算军火。所以你眼前这玩意，别说我没倒买，就算倒卖了又能如何？我自己做的玩具随便卖，又不触犯法律，不怕告诉你，等我出去后，我还要告你私闯民宅，强抢私人物品。你一声不响就把我们叔侄抓来，还不分青红皂白把我铐在这里，还要主观臆断，强加给我什么倒卖军火的罪名？我风轻云淡地说着，我就是要激怒他，让他露出破绽，好脱离困局。好，在这里你还敢威胁我是吧？给他罪名里再加威胁办案民警。孙国战转头对书记员说道：威胁？如果你认为我表达自己的感受也算是威胁的话，那就算好了。反正你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假装怒极反笑，你还给我拽上文了是吧？既然你不招，那我就给你拿出证据来，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孙国战气愤地拿起2张照片走到我身边，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是军工委的协查通告，我不管你说的什么带不带武器的，上面丢失的机械狗和你面前的一模一样，这就够了。是不是军火不是你定义的？军工委说它是它就是，物证就摆在你面前，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全交代了。我心中一喜，孙国战激动之下竟把关键证据摆到了我面前。办案时关键证据通常不会展示给嫌疑人，这正是我脱身的机会。我低头仔细查看，那是军工委的红头文件。前段时间军工委仓库丢失部分物资，其中包括机械狗，要求全市协查。文件中部的机械狗照片虽小，但我看清背景后当即有了底。照片里的机械狗和我面前的很像，但体型完全不符，画面不清晰，没有标注尺寸。我要看细节。我缓缓抬头说道：不死心是吧？那就给你看看细节。孙国战气愤地撤掉上面的照片，露出清晰的大图。我瞥了几眼大图，随即紧闭双眼靠在座椅上。我在回忆当初制作这台机械狗的细节。没错，军工委协查通告上的机械狗也是我做的，这要拜我穿越后觉醒的最强军工系统所赐。系统里有龙国所有最先进的军工科技，还能升级科技。但升级不仅需要军工属性的废弃钢铁，还要花巨额资金。为了凑钱升级，我3个月前把第一台机械狗送给了军工委，希望引起军工大佬注意。可没想到石沉大海，如今还被抓进了审讯室。你这算是原形毕露了吗？既然没有什么说的，那就在认罪书上签字吧。孙国战见我闭眼，冷笑着拿过笔和纸走过来。难道你现在还要强迫我签字按手印？我缓缓睁开眼，声音冰冷：小子，你不要觉得不签字就可以逃避罪责。你不会以为坦白从宽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判不了几年这样的鬼话吧？现在证据确凿，你只要把认罪书签了，我保你不会有太大的惩罚，最多只是拘留和罚款而已。孙国战循循善诱：大叔你这就不对了。先不说最重的倒卖军火罪，就是这个偷盗军事物资罪也够我受的。根据我国刑法第438条第1款规定，犯到抢军事物资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情节严不严重，一要看盗抢的时间，二要看盗抢军事物资的价值。如果按照你认为是我偷盗的机械狗的话，现在不是战时状态。你们所谓的这台机械狗价值协查通告里没说，如果我要是签了，最低也是3到5年起步。我感觉你是在误导我，有欺骗我认罪的行为，有刑讯逼供罪或暴力取证罪的行为，这也可以作为我起诉你的罪状。随着我条理清晰的诉说，孙国战和书记员的脸色都变成了猪肝色。孙国战没想到我这个学建筑设备的专科生竟对法律如此精通，于是他打算先去审问我叔叔，从他身上下手。我看出他的意图，心里一惊，叔叔胆小，万一扛不住诱惑就麻烦了，而且我也不想蹲小黑屋。权衡之下，我开口喊住他。孙国战嘴角露出讥笑，想通了，这就对了吗？早交代早安心。说吧，什么时候和谁怎么偷出来的？最后要卖给谁，在哪里交易？他暴毙斜眼看着我，以为我扛不住审讯室的压力了。照片上的机械狗身体外壳是10公斤的煤气罐改造，4只机械臂为路虎汽车前轮下肢臂改造而成，重约7.5公斤，头部为海康摄像头改造而成。我根据记忆报出了送给军工委的机械狗数据，而我面前这架你们所谓的机械狗，主体外壳是8kg的煤气罐改造，4只为面包车后轮下肢臂，摄像头是海康1025B 型号。我用下巴指了指面前的机械狗。孙国战猛然醒悟，眼前的机械狗若是我自己做的，才能如此清楚细节，而这2台机械狗根本不是同一个，那军工委丢的那台也必然是我做的。他顿时慌了，生怕抓错人，连忙起身想去核实数据。你不要以为胡乱说几句就可以蒙混过关，是真是假，一验便知。你最好祈祷你说的都是真的。孙国战强装镇定，语气却微微发抖。见我嘴角带着笑，又放狠话，你还有心情笑？等会有你哭的时候。我没搭话，只是淡淡看着他。孙国战对书记员说了句等我回来，就快步走出了审讯室。他急于联系军工委核实，怕我真的告他。走到门口又回头吩咐那个谁把他手铐先打开，不让他出屋就行了。审讯室外，孙国战快步走进局长张翠玲的办公室，慌张的汇报：局长，这次还请您给军工委那边打个电话，如果真是这小子制造了机械狗，我真怕他出去告我。我知道了。张翠玲拿起电话拨了出去。军工委吗？你们那个协查通报里的机械狗找到了，我们想确认下捐赠者的信息，还麻烦你们告诉我。放下电话，张翠玲看着孙国战的眼神很是难看。老孙，我知道你很想立功，可是你把制造机械狗的人给我当盗窃犯抓回来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会科研所的刘总工还要去这个李夏家去慰问，李夏要是把这事和他一说，再加上他说的要告你，我看你这身警服算是穿到头了。孙国战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满脸颓废。
费。局长他10几年的兢兢业业，尽可能因为这次乌龙付诸东流。老孙现在你还有保住制服的机会。张翠玲见他情绪低落，缓缓开口：我们好好合计合计，你按照协查通告办案本身没错，就是审讯时可能有诱导成分，最多写几份检讨。现在关键是让李夏发泄不满，我当着他的面训斥你，你再诚恳道歉，以他的年纪应该不会追究，再跟他叔叔说些好话，有他叔叔帮忙这事就好办了。孙国占连忙起身，多谢局长，还要麻烦你骂得狠点，只要这小子不发话，你就往死了骂我，先把他叔叔安抚好，安抚完了来找我。张翠玲摆了摆手。与此同时，龙都大学的办公楼里，林汉成正在剽窃我写在专升本试卷上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图纸。他是军工委临时借调的阅卷老师，一连批了几百张0分试卷，正心烦意乱。突然他翻开我的试卷，瞬间愣住了，上面的发动机简图正是他们科研所日夜研究的样式，上面的密密麻麻的数据他竟有大半看不懂。作为博士生毕业的2级研究员，他竟看不懂专科生写的内容，当即拿出草纸推算，越算越心惊，这些数据都是真的，甚至比他们研究所数百人攻克8年得出的还要精准。林汉成动了歪心思，他想把图纸据为己有，他用身体挡住监控，把数据全部抄下来，然后在我的试卷上打了3分。监控室里，省教育部部长、军工委候补委员王建国无意间发现了林汉成的异样，当即觉得有问题，吩咐操作员放大画面，却被林汉成的身体挡住，只能看到他颤抖的身影。你随我去这间阅卷室。王建国带着监控员赶了过去，等他们赶到时，林汉成已经抄完图纸藏在了鞋里。王建国搜查后什么也没找到。林汉成借口感冒发烧，请求提前结束阅卷。王建国没有证据，只能同意。此时我正在审讯室里来回踱步，有些不耐烦。这时孙国占领着张翠玲走了进来。李夏，这是我们张局长。你好，李夏，我是张翠玲。张翠玲伸手和我握手。你好，张局长，我和我叔现在可以走了吗？我敷衍地握了握手。当然可以，我这就把你们俩送回去。不过在这之前，我听说老孙和你有些误会是吧？老孙，你给我过来，赶紧和李夏道歉。那个李夏呀，实在对不起，有人举报你家扰民，又发现了疑似军工委丢失的机械狗，我也不得不去协查，还请你不要把刚刚发生的事情放在心上，我在这里给你赔礼道歉了。孙国占快步走到我面前，满脸堆笑的道歉。我看着他面色平静，没有说话。李小友，这老孙在我们局里可是连年的优秀干警，他为了我们龙都的良好治安可是废寝忘食。作为老干警，他可能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有点瑕疵，但是我觉得瑕不掩瑜，还希望你看在他这么多年奋勇争先，勇于和不法分子做斗争的份上，就原谅他吧。张翠玲旁敲侧击，想用大意施压，如果功过可以相抵的话，那还要法律干什么？我看穿了他们的苦肉计，一句话对得2人哑口无言。孙国占，我早就说过，你办案要注意方式方法，你看看你还是屡教不改。我看你是不想干了，从现在开始你被停职了，给我写满3万字的自我检讨，什么时候态度纠正了再恢复原职。张翠玲见状只能借题发挥，语气严厉地训斥孙国占。好吧，局长，我回去就写。孙国占面如死灰地说道，偷偷看了眼门外的叔叔，还想回去写？马上写，就在这里写，当着李小友的面写。张翠玲故意加重李小友3个字，声音传遍了走廊，惊动了隔壁办公室，10几位民警纷纷探出头张望。算了，孙警官又不是故意的。李富贵看着孙国占颓废的模样，想起刚才审讯室里对方的友善，忍不住开口求情。我看着叔叔于心不忍的样子，心里的怒气消了大半。要不是看叔叔的面子，我非要再对他们几句不可。我没好气地瞥了张翠玲和孙国占，抬腿就往外走。走吧，叔。张翠玲深知201所刘总工即将到访，连忙追上来。李小友，我送你回去吧。我看了看叔叔单薄的身子，随口应道，那就谢谢了。孙国占连忙从审讯室跑出来，满脸讨好。李夏，我开车送你们回去吧，也算为刚刚的不愉快赔礼道歉了。张翠玲也附和着看向我。李小友，你看，我心里清楚，他俩无非是怕我事后起诉孙国占，我本就没打算明告官，没必要揪着不放，更何况能坐车回去总比挤公交强。我淡淡道，那就多谢张局长了。故意没理会孙国占，给他留了点面子。孙国占见状连忙小跑着下楼开车。走廊里，李富贵小声问我，李夏他们说什么机械狗的，是不是你用汽车零部件和煤气管做的那个玩意？我笑着搂住叔叔的肩膀安抚道，叔，他们说的和在咱家搜到的不是一个，他们说的是我3个月前送给部队的那个，没现在这个负重大，我送部队的那个丢了，他们追查时误以为现在这个就是那个。李富贵轻抚胸口松了口气，那就好。我们坐车回到废品街时，街道早已拥堵不堪，上百辆车辆随意停放，电动车横七竖八堵在街口，交警正用扩音喇叭疏导交通，民警拉着警示带劝退上百名围观群众。张翠玲坐在副驾驶连忙指挥，什么情况？把警笛打开。车子在交警指引下穿过人群，我看到废品站门口停着3辆迷彩色陆战装甲车，围观群众都是来拍这几辆车的军车。李富贵探着脑袋满脸疑惑。张翠玲回头解释，准确来说是军工委研究所的陆战装甲车，你看车身上的201编号，这是201研究所的专用车。201吗？我喃喃自语，前世我外出时坐的就是这种保护科研精英的专用车。我侧头瞥向装甲车对面的民房屋顶，狙击手已经就位，龙国的安保措施依旧严谨。一阵莫名的注视感袭来，我四下张望却没发现异常。这时我们下车走进收购站，张翠玲快步走向年纪最大的老者，伸手，刘总工你好。刘总工侧身避开他的手，目光直接投向我身后。谁是李夏？我随意举手，目光平淡地看着这位年过半百的总工。刘总工紧走2步，目光灼灼，你上次送给军工委的机械狗我没看到实物，但是我看了当初随行人员拍的视频，因为未知原因，你送的机械狗自打你走了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你是在里面加了什么装置了吗？为什么我们拆卸完毕也没发现？还有那个机械狗你又做了一个吗？我想看看。张翠玲见状知道科研工作者不屑人情世故，也不介意，连忙吩咐孙国占，你去把后备箱的机械狗还有那架无人机都拿来给刘总工过目。我无奈耸肩，不瞒刘总工说，
我这机械狗其实只是想卖给你们科研所，你们没给钱，我就只能给你们展示，希望你们能主动找我来。这时刘总工回头喊了一声：“小王，你过来！”一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女兵快步走来。刘总工严肃地训斥：“她是李夏，上次捐赠机械狗的人。当时你们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跟我汇报？”女兵腼腆低头，小声辩解：“当时他就说的捐赠，也没说要钱啊。随后我们发现谁也用不了，为了检查故障，就把那台机械狗拆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电源线路板连接线都检查了，随后按照原样又装了回去，发现还是用不了，以为他是骗子，我们就没上报。”刘总工脸色愈发阴沉：“胡闹！你知不知道？我们追查到了机械狗的下落，今天已经出境了。你们没能第一时间把这么宝贵的科研物品放入保管室，而是随意的堆在了仓库里。如果这次造成科研数据外流，你就等着进军事法庭吧。”王小雨还在小声狡辩：“那就是破铜烂铁，再说又不是我们所的研究方向。”我见状连忙上前笃定地说：“没事，刘总，那台机械狗就算出境了也不怕，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刘总工眼中满是疑惑，不知小友这话什么意思。我微微一笑，带着几分狡黠：“我的技术出了龙国就会消失。”王小雨诧异追问：“真的吗？你设备里难道还有自毁装置？”“差不多吧，反正你们只要知道机械狗到不了国外就行了。”我给了他安心的眼神。刘总工长舒了口气：“那我就放心了。现在能给我们展示你最新的机械狗吗？还有那台无人机？”“可以。”我接过张翠玲递来的遥控器，按下开关，一声轻鸣，趴伏在地的机械狗传出电机运转的嗡鸣声，四只汽车下肢臂改装的腿微微屈直，煤气罐改装的狗身缓缓离地，摄像头改装的狗头左右转动了2下。几名白大褂研究员连忙围了过来。王小雨脱口而出：“真的能动！”话音刚落，就被众人的目光提醒，连忙闭嘴，然后悄悄拿出手机开始拍摄。我双手握住遥控器，拨动操纵杆，机械狗突然跳跃出2米多远，落地时砸的地面闷响，扬起阵阵尘土。刘总工盯着机械狗喃喃道：“他在下蹲蓄力，这是要再跳一次吗？”我再次拨动摇杆，机械狗原地跳起，完成一个后空翻，落地时屁股对着纸壳堆，一股白色粉状物从机械狗尾部小孔扇形喷出。我随口介绍：“这是为了灭火准备的，里面是干粉。”随后我继续操纵，机械狗直立作揖，摄像头上下点头，前腿同步动作如同真狗。接着它背部打开，跟拇指粗细的可伸缩支臂，我操控支臂插入一摞捆扎好的纸壳扎袋中，轻轻将几十斤重的纸壳吊起，嗖的一声抛飞出去，落在10几米外的地上。这是为吊装纸壳方便装车设计的。王小雨举着手机，眼中满是震惊。他见过203科研所的机械狗，都是行动迟缓的铁疙瘩，从没想过机械狗能有这般灵活的动作。不光是他，在场所有人都满脸震撼。我没在意众人的反应，又骑在机械狗背上，扶着支臂绕场走了几圈。这是为了负重设计的，有时会需要它当驴子用。我设计的负重是200公斤，这话再次震惊全场。众人都想到，若是把支臂换成武器，这机械狗便是妥妥的杀戮机器。展示完毕，我看着众人，这些就是我设计的这款机械狗的功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刘总工平复了心情，看向其他白大褂研究员：“你们怎么看？”几名白大褂七嘴八舌的议论：“刘总，这机械狗是陆军科研所203的研究方向，我们不好下结论啊。这机械狗虽然简陋，都是废品拼的，但功能我觉得可以把灭火改成喷火，伸缩杆改成加特林。我们现在的项目已经够忙的了，哪有时间研究这个？这不是有现成的人吗？”议论声停后，所有人都看向刘总工。刘总工尴尬一笑：“那个你叫啥来着？”“李夏。”我连忙回道：“前世我也终日埋在科研数据里，很能理解他。”刘总工露出和蔼的笑容：“我们科研所研究的不是机械狗方面的，你如果能加入我们科研所的话，我觉得可以给你单独申请项目，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略带歉意的笑了笑：“不好意思，刘总工，我志不在此，还望见谅。我只想好好享受生活，这些手工作品只是我的爱好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谈谈价。”刘总工转头对王小雨说：“小王，你把视频发给你爸，让他过来估个价。他心里清楚，机械狗不是自己所的主研方向，且科研经费有限，想把钱用在无人机和航空发动机上。我这就发给他。”王小雨连忙发了视频，又拿着手机走出收购站，给他爸打电话确认。刘总工转头看向我，看似随意的问：“李夏，咱们看看这个无人机吧。你这个吊扇改装的风扇是不是太大？你的动力系统是什么电池？又有多大的起飞重量啊？你能展示一下吗？”他想趁王小雨父亲赶来前，摸清无人机的技术，不让对方有机可乘。等等，刘叔，我爸有话和李夏说。王小雨跑了过来，把手机递给我：“你好，我是李夏。”“好的，我等您。”挂了电话，我把手机还给王小雨。王小雨突然对着我鞠躬，我顿时手足无措。别，小姐，你这是做什么？对不起，刚刚是我目光短浅了，我收回我刚刚说过的话。你的机械狗绝对不是破铜烂铁。王小雨抬头，眼中满是歉意，还有不易察觉的爱慕。只是我前世单身惯了，并未察觉。你不用道歉的。我尴尬的摆了摆手，从没被女生这样对待过，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小雨，你先让他给我们展示一下无人机，你俩一会再聊。刘总工适时开口解围。闻言，我连忙跑到无人机旁，给科研人员讲解参数。一名白大褂指着无人机质疑：“你说它起飞重量500公斤，就这4个吊扇叶片做的螺旋桨吗？我不信。”一名白大褂打断他：“你俩先别说话，我不关心那些，我就想问问，你说的无线续航是怎么个事？你是把它的电源接到发电厂了吗？”我没再多解释，直接启动无人机，4个螺旋桨产生的狂暴气流，吹得几名白大褂连忙后退。我拨动摇杆，悬停在4、5米高空的无人机突然侧身，瞬间冲出收购站围墙，加速度快得惊人。几名白大褂纷纷翘脚张望，下一秒无人机又快速飞了回来，时速接近120公里。众白大褂满是震惊。我冲叔叔点了点头。李富贵轻车熟路地走到废钢管旁，无人机飞到他头顶，2条铰链缓缓垂下。李富贵将机械爪扣在钢管上，嗡嗡嗡，无人机噪音增大。
4-5米长的钢管被轻易调离地面，在空中平稳移动10几米，落在货车斗上方。随后我操控无人机吊着钢管悬停，以此验证续航能力。1分钟、5分钟、10分钟、25分钟过去，无人机依旧稳稳悬停。刘总工怕众人惊的失态，无奈喊停。无人机缓缓落地，几名白大褂连忙围上来，迫不及待的提问：你这个无人机飞控是什么技术？无人机的动力系统到底是什么？我也没发现油箱啊，你这个绞索这么细，拉力这么大，采用的什么材质？不等我回答，一阵直升机涡轴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带着压迫耳膜的音浪降落在收购站外。刘总工皱着眉掏了掏耳朵，随后一行4人走进来，领头的高大老者穿着笔挺军装，笑着对刘总工说：老刘，听说你发现了宝贝还能想着我，真是不容易啊。刘总工翻了个白眼，你把你姑娘安插在我们201不就是这个心思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可别瞎说啊。王雪去你们201可是森老的意思，不过是碰巧她是我女儿罢了。老者摆了摆手，不管怎么说这次也要多谢你，帮我发现了这么好的东西。你好，我是军工203科研所的总工程师王海岩，刚才和你通话的那个李夏，夏天的夏。我连忙伸手与他厚重有力的手紧紧相握。王海岩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说说吧，你这个机械狗打算卖多少钱？先说好咱们国家还不富裕，我们的科研经费很有限，你可不能狮子大开口呀。我看着众人，这个实话实说吧，我这机械狗和无人机里面用的供电系统比较特殊，再牛的科技也无法打破能量守恒定律，想输出高功率就要多耗能，所以我这个机械狗和无人机用的都是核能电池。话音刚落，众研究员瞬间炸锅，七嘴八舌地追问：核电池？这怎么可能？你的核原料哪里来的？你的电池功率多大？持续放电多久？半衰期多长？有没有辐射危险？都给我闭嘴！王海岩大喝一声，场面瞬间安静。他看向刘总工，试探着问：老刘，你可没说这还有核电池的事儿啊？怎么办？找老赵来吗？刘总工无奈点头，不找他也不行啊，带核的咱们也玩不转呀。我是很少听到你刘天明嘴里有认输的时候，这次我也算不虚此行了。王海岩笑了笑，术业有专攻，非我领域不懂不丢人，你还是赶紧找老赵来吧，我还等着看无人机核心技术呢。王海岩打电话的间隙，刘总工拉着我去看藏在纸壳堆里的航空发动机，我怕被人误会倒卖军火，特意把它藏了起来。几名白大褂一听有发动机，立刻动手扒开纸壳，没几分钟就把发动机露了出来。这是我从废品站收来的毛熊国 S27的缴获发动机，体积比垃圾桶大不了多少，尾部被我加了24根汽车排气管，中间的轴流肋片也做了加密处理。一名白大褂看着老旧的发动机略显失望，这么改有什么作用？这是 MA244发动机，你们搞发动机的应该都知道吧？没改装前推力只有850，油耗1650，推重比1.18，我改完后推力能到1700，油耗降到800多，推重比瞬间2.36，不可能！你知不知道这3个数值的意义？你不是胡乱说的吧？刘总工眼中的失望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急切的渴望。他的话还没说完，一阵直升机噪音传来，盖过了他的声音。刘天明和王海岩相视一笑，知道是509科研所的赵社来了。可当一行人走进来，二人却愣住了。领头的不是赵社，而是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头。二人连忙收起笑容，快步上前迎接。我也跟着走了过去。森老，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王海岩连忙抓住老人的手，语气热情。森老，您的身体还好吧？刘天明握住老人的手，眼中满是敬仰。你俩不要来这套，赶紧起开！我是来看核电池的。森老目光犀利。李夏，这是军工委的总工森树人院士。森老，这就是李夏。王海岩正要介绍，却被森老打断。你好，小友。他对着我伸出手，目光慈祥。您好，森院士。我连忙用双手握住他的手，微微低头，因为每位院士都值得敬重。不错不错，赵社你过来。森老拍了拍我的手，一名穿白大褂的男子走了过来。核电池是你的项目，你和李小友研究一下吧，我就不参与了，以后是你们的时代。老赵，你先等一下，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李夏。刘天明上前一步，打断了正要说话的赵社，转头看向我，眼中带着渴望。李夏，你的发动机我们要拉走，如果这上面的技术对我们有用的话，我们会回来找你的，到时候或买或不买我们再谈，你看行吗？我平淡的说。刘总工，不是我不让你们拉走，是没有我的讲解你们拉走了也研究不明白，不信的话你们就把试验测试仪拿来当场测试，测试完了我在这里把发动机拆掉，看看你们能不能看懂。这话在201科研所的工程师们听来无疑是种羞辱。几名白大褂立刻反击，你说我们听不懂，真是笑话。你知不知道我们刘总在发动机领域的贡献？就算是鹰将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我们刘总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还用刘总出面？就你这台70、80年前的发动机，还好意思说我们看不懂？你如果把这台发动机拆了，我都能轻易看出你的设计思路。不要以为有了点小发明就可以肆无忌惮了。刘天明脸色难看，却碍于修养没有发作。我也意识到话说的不妥，连忙道歉，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众人脸色稍缓，可我接下来的话又让场面陷入僵局。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听不懂，也看不懂。什么？李夏，你脑子是不是坏了？说我也就算了，森老可是还在这里，你就敢大言不惭？刘天明的愤怒瞬间被点燃，王海岩也怒目圆睁，小子，你是不是假酒喝多了？知不知道森老是谁？知不知道什么是院士？赵社脸色愈发惨白，语气带着警告。张翠玲直接上前说道：李夏，我承认，就视频显示你的机械狗和无人机在电池的储能技术方面可能超过了我们一点点，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你的原料是不是正规途径来的还有待商榷。如果真是非法所得，就算你的技术再先进，如果得罪了包括森老在内的所有人，你也会被关起来。所以我希望你能正确的对待自己的态度。无妨，年轻人有点傲气是难免的。森老拉住了张翠玲面色和蔼的解围，有森老在，几位总工即便满心愤怒，也只能压了下去。王海岩本想一走了之，可想到女儿发的视频，终究还是留了下来。森老颤巍巍站起身，客气地说：刚刚我没看到你操作机械狗和无人机，不知我现在能否有幸再看你操作一次？我连忙上前想扶他坐下。森老您还请坐，我这就给您演示。不可，每项新技术
术的革新都值得我们去尊重，站着看是最起码的尊重。你不会希望我背上不尊重技术的骂名吧？森老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倍感羞愧。比起森老心系国家军工的格局，他们的个人傲气显得如此渺小。我也被这份精神打动。若不是系统需要升级急需资金和物资，我甚至想把技术无偿捐献国家。刘天明见状，悄悄叫来白大褂耳语几句。白大褂快步跑出收购站。我很快演示完机械狗和无人机。森老，这就是我造的机械狗和无人机。如果把组装材料都换成军用物资的话，性能最少还能提升20%。当然，核心技术还需要我给大家讲解。现在我就先把机械狗拆了。希望203科研所的诸位都看仔细了。王海岩搓着手，兴奋地说：“我们来拆吧！在拆解的过程中，我们还能更好地理解里面的技术。您看可以吗？”可以。希望你们拆完后能把所有技术都了解个大概。我后退示意他们动手。一名科研员有些顾虑：“王总，这里面有核电池，会不会有辐射？”王海岩看向赵社：“老赵，把你的辐射检测仪拿来，我知道你整天带在身上的。”赵社从兜里拿出怀表大小的检测仪，递给王海岩。王海岩打开显示屏，将检测仪放在机械狗身上，数字显示为0。王海岩拿起扳手，开始拧机械狗后背的螺丝。有不懂的可以问我。我把工具箱递过去，他们几人心里暗自翻了个白眼。若不是森老在场，恐怕早已出言讽刺。森老坐在椅子上，目光锐利地盯着拆解中的机械狗。李小友，这就是你说的技术革新吧？我虽然不是很懂这些，但是也能看出些端倪。你利用部分电力来转换成磁力，来减少了机械部分的摩擦力，从而提高了功率的输出，对不对？还是森老独具慧眼？但是这些只是细枝末节，真正的技术变革是这块核动力电池，它能持续输出36V电力100年，电流稳定在12左右，半衰期50年，是用镍63位放射源研发出来的。赵社连忙插话：“等等，李夏，我有问题。你确定你的核电池是以镍63为放射源的吗？据我所知，发达国家都是用的钚238或者铀233，国外已知的核电池电力输出都是微安。你确定你这电池是氨而不是微安，对吗？”确实是氨，否则也不能驱动机械狗本身的重量，更何况还要机械狗有动力输出来做功，所以这点毋庸置疑。赵社连忙吩咐身后的科研员：“小孙，你去把护感器拿来，我们测下电流。”“不用，我这里有。”刘天明看到科研员拎着大箱子走进来，连忙喊住赵社。他打开箱子，拿出夹子型设备，套在核电池的电源输出端。护感器显示电压36伏，老赵真有36V啊！赶紧把负载器接上，我要测电流。刘天明兴奋地吩咐道。赵社双眼发亮：“李夏，你这核电池技术可以捐献给国家吗？”我没有回话，只是看着201科研所的人拆解无人机。森老看出了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对赵社说：“赵社啊，咱们国家虽然军工经费有限，但是该给的科研经费还是要给的。”赵社恍然大悟：“原来你是想要钱啊！”“我没有，我真没想，我只是想要收你们军工科研所的废品。”我说出了真正的目的。赵社满脸疑惑：“什么废品？当然是军工废品了。你们3家科研所的失败产品，肯定要有人回收的吧？我就要那些废品外加一点点小钱。”我看着他眼中满是期待。赵社忽略了一点点小钱，转头看向森老：“森老，我们的废品可以外卖吗？不是都需要给特定的军工厂吗？”森老沉思片刻，微微摇头：“原则上我们的科研废料虽然都经过了技术处理，不可能有技术外泄的风险，但是因为我们都是涉密单位，这个恐怕难以实现。”赵社带着哭腔恳求：“森老，这个核电池的技术，您应该知道它的价值啊！有了它，我们龙国原来很多不敢想的新装备都可以马上提上日程，不出3年，我们就能把新装备武装到部队，到那时我们的实力就能有突破性的进展。再说与这项技术来比，科研所那点废品简直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刘天明的喊声打断：“老赵，快过来！这个电流功率还在升高，稳定在12了。”听到这话，王海岩、刘天明、赵社心中一震，脸上同时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李夏没有说谎，核电池是真的。森老没有急于下结论。李小友，你自研的无人机能不能也拆开让我们看看？当然，里面的动力也是核电池，各位随意。我无所谓的说道。我心里有底，真金不怕火炼，只有让森老彻底放心，我才能拿到想要的经费和物资。10几分钟不到，无人机就被拆成了零件。森老无人机里也是核电池，与机械狗里的测试结果一致。刘天明拿着电源测试表说道，随后又趴到森老耳边耳语了几句。森树人听着不住微笑点头，忽然脸上露出惊容：“真的？”刘天明努力压着笑意，重重点头：“哈哈哈！我马上给军工委打电话，让他们给我全权处理军用废品的处置权。”森老当即就要拿出电话：“等等，森老，我们还是先谈钱的事儿吧。收废品的事。”我笑着看向他：“你那一点点小钱，我们还能欠你的吗？”赵社斩钉截铁地回道，看向我的目光满是慷慨。他心里颇感愧疚，这么先进的核电池技术，国际上动辄10几亿，我却只要点废品和小钱，分明是龙国欠我的。他只想在能力范围内多给我些补偿。赵总攻大气，真乃我辈楷模。那我们就来签合同吧，你只要付了1半的定金，我就马上把技术全部拿出来上交给国家。我当即给赵社点了个赞，随后叔叔在武装人员的陪同下进屋把合同拿了出来。小伙子早就准备好了呀，还真是细心，对自己的技术也很有信心啊。森树人坐在椅子上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笑了笑，拿起笔在技术转让合同上填好后交给了赵社。赵社习惯性地从头看起，当看到那串数字时下意识数了起来。李夏，这不对吧？不是100万吗？怎么变成1个亿了？你是不是忘了点小数点？没错，就是亿，没有小数点。我刚刚不说了1点点吗？我平静地看着他，你说的是一个小目标的亿。赵社不知所措地看向森树人，森树人握着手机看向我，李夏，那个机械狗和无人机的技术，你打算卖多少钱？森老，机械狗和无人机的技术，在核电池技术转让费全部到账后，我会无偿赠送给201和203科研所。不知森老意下如何？我假装沉思后说道。我瞥了眼系统，无人机和军用通信技术各1000万，航空发动机技术3000万，心里早有盘算。好吧，我现在就跟军委请示。森老准备去打电话，他早已听刘天明耳语过，但是
是无人机的技术就价值不菲，今天无疑是捡到宝了。森老，我们201还有发动机呢。刘天明连忙喊住他，又转头看向我，李夏，我们要先测试那台发动机，如果有需要，我们也会买下来，不知道行不行？我正沉思着要回答，刘天明的电话突然响了，你最好有事，你确定是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你立刻把图纸给我发过来。刘天明挂完电话，难掩兴奋，老刘，你们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有新的进展了？王海岩看着他的笑容试探着问，没有，就是下属有了点技术上的小突破而已。刘天明嘴角的笑意却藏不住，呵呵，老刘，你嘴角的笑容比 AK 都难压，还说是小突破？以你的性子，除非是重大技术突破，否则可一向不苟言笑。说吧，我们也沾沾喜气儿。王海岩打趣道。赵社满心都是核电池技术，只盼着森老尽快批下经费，压根没心思关注这些。王海岩则因能白嫖机械狗技术心情大好。小刘，李夏的那台发动机，森老看向还在傻笑的刘天明，试探着问，不看了，对不起森老，耽误您打电话了。刘天明才反应过来自己失了态，连忙道歉。听到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我连忙拿过合同翻到背面，奋笔疾书起来。上午考试刚写过这道题的答案，我画的驾轻就熟，5分钟不到图纸就画好了。我随手递给正在看手机的刘天明，刘总你看看是不是这张图纸？刘天明下意识接过看了眼，正要继续看手机里的图片，却猛地顿住，你什么时候偷看我手机了？这张图就是我画的，是我今早参加专升本考试的时候最后大题的答案。我斩钉截铁地说，什么？真是你画的？那你能给我说说这个气道函数是怎么算出来的吗？刘天明震惊过后连忙追问，想让我证明这有何难？我可以从头到尾给你们讲一遍，能理解多少就看你们的了。咱们先从流体力学讲起。我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只讲的森老和刘天明眉头深皱，其他人则一脸茫然，就连201所的白大褂们听了2分钟也一头雾水。讲完后，森老和刘天明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震惊。虽说大部分没听懂，但他们经营发动机领域多年，能分辨出我话语里的真假。李小友，不知可否有兴趣到我军工委任职，待遇从优。森老激动地向我伸出橄榄枝，我心里清楚，前3项技术没能真正打动他，直到这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技术，才让他确定我有扎实的功底，才有了招揽之意。谢谢森老的美意，但是我志不在此，我的技术都是偶然所得，怕不能长久，还请森老见谅。我微微躬身，说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答案。小友如何偶然所得，还得这么全面？森树人显然不信，目光里带着审视。森老还有几位总工？我从小酷爱军工产品，半年前我研究了3天3夜机械狗后，突然高烧不退，这你可以问我叔叔，他全程都在照顾我。我找了叔叔当证人，他老实巴交的样子，总能让人多信几分。众人的目光瞬间投向叔叔，李富贵紧张地磕巴起来。对，我记得。众人见他这副模样，不由得信了大半。我继续说道，等我高烧退了，第2天就做了个梦，梦里就是我在组装机械狗，技术格外真实。醒来后我就照着梦里的样子，用家里的废品组装了一台，就是我送给军工委的那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门捷列夫与元素周期表，还是爱因斯坦与相对论？又有伟大的科学家要诞生了吗？潜意识矩阵，这怎么可能？众人议论纷纷，就连张翠玲和孙国战也窃窃私语。局长，这还真有可能。我上个月就做梦说我破了个大案子，还被森老接见了。你看今天这不就实现了吗？孙国战小声对张翠玲说，不得迷信，要我看你那天准是看了电视里森老的报道才做的梦。森树人继续问道，以下对于你的言论我不敢苟同，毕竟没有实力，他们所说都是网传罢了。我们搞技术的要相信的就是自己的脑袋还有手里的笔，你想的再多落不到书面上，那都是空想。只有经过实践的技术才能落到纸面上，用到各行各业中去，这才是我们军工人应该追求的唯一真理。他的话看似对我所说，实则是说给在场所有军工人听的。森老说的对，我是个例，大家千万不要学我。我连忙附和，帮众人稳住科学之心。好了，李夏，我知道你接下来也要说无人机和核电池了，我就不多问了，你就说这篇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的图纸，你是打算捐还是卖？森老把话题拉回正题，我打算换。我的回答干净利落。怎么换？用什么换？森树人追问道。我没说话，只是看向刘天明。刘天明，你把那个人叫来，我现在就联系省教委，把李夏的卷子拿来，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森老看向刘天明，严肃地说，我马上打电话。刘天明立刻照做，我则安静地看着他们分别拨打电话。与此同时，龙都教育部长孙建国刚结束阅卷，准备下班，手机突然响了。李夏是吧？我马上就送去，地址你发我吧。挂了电话，他连忙往档案室跑，还拨通了清北大学正副院长杜勇、王志刚的电话。几分钟后，3人在档案室门口会合。杜勇和王志刚听是森老要查卷，立刻打开档案室大门，很快找到了李夏的试卷。另一边，201所的陈飞翔正对着林汉成说，森老对你的高超音速发动机图纸十分感兴趣，他要见你，跟我走。那太好了。林汉成满脸兴奋，心里暗忖终于熬出头了，有森老背书，看谁还敢瞧不起我。小林啊，你的设计图很奇特，我看了半天愣是没看懂多少，看来你最近很有想法，以后我们2组的大梁就靠你来扛起了。陈飞翔边带路边说，我也是偶有所感，以后还要靠组长多栽培多关照。林汉成低着头强忍着笑意回应。回到废品站，赵社见我拿起手机查余额，笑着说，放心吧，军工委的经费都是实时到账的，现在你可以把核电池的技术贡献出来了吧？我这就进去给你拿。看到手机里到账的5000万，我在荷枪实弹的护卫监视下走进了收购站的小屋。您能先转过身去吗？我不想保险柜密码泄露。我走到破旧的墨绿色保险柜前，对护卫说道。护卫皱了皱眉，2秒后转过身去。我输完密码，打开保险柜的瞬间，在系统里点了核电池技术，裤兜里的手机传来酥麻的震动，手中多了一沓厚厚的 A4 纸，封
面上写着核电池技术，确认无误后，我关上保险柜，在护卫的监视下走出屋门。森老赵总工，这是我早就打印好的核电池技术图纸，我把图纸交到赵社手中。森老您先。赵社强忍着兴奋想把图纸递给森树人，你看吧，我想休息一会儿。森树人坐在软椅上挥了挥手，闭目养神起来。赵社立刻翻开图纸，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刘天明和王海岩看向我，别看我，尾款没到账，图纸我是绝对不会交的。我无奈地摊了摊手，我心里清楚，刚到账的5000万刚买了核电池技术，机械狗无人机和发动机技术还需要8000万，没有尾款系统根本就不给。刘天明和王海岩无奈，只能等着赵社的鉴定结果。1天前，龙国边境，2名男子正把用煤气罐和废旧摄像头拼凑的机械狗装进木箱，这包装箱是不是太结实了？到了鹰酱不好打开啊！司机问道。别废话，赶紧订上，一会儿有船会过来运走。白衣老者荀小林是鹰酱安插在龙国的间谍，四下张望后催促道。很快小船驶来，两人把木箱抬上船，轿车随即消失。荀老，我先送你回家吧。轿车里司机问道。不用，先给我送去迪厅，之后你再回家。荀小林看着手机里的银行余额，兴奋地说。就在我被抓图纸被盗的同时，大洋彼岸的6角大楼里，国情局总监乔治正严肃地看着电脑里我展示机械狗的视频，这是荀小林昨天发来的。实物机械狗正秘密运往鹰酱，龙国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联系各大军工供货商发视频给他们，让他们查查技术泄露了没有。乔治大声吩咐道。约翰钱连忙跑回工位，挨个给军火商发邮件打电话。不久后，约翰钱回到乔治面前，摇了摇头，没有技术泄露，供应商都说他们目前还达不到这种技术。小林巡那边有没有问清楚这家公司的资料？乔治追问道。我已经发了加密邮件，还没有得到答复，为了保密，电话24小时后才能拨打。约翰钱回道。你辛苦了，记得只要机械狗送到机场，你第一时间送到军工部拆解，这件事你全权负责。乔治下令道。等我在废品站展示机械狗和无人机时，约翰钱和同事在机场的飞机货舱里找到了伪装成玩具箱的包装箱，可打开后里面只有10几块红砖，这是什么？同事不解地问。约翰钱气急败坏地把撬棍砸在木箱上，当即拿出特制手机拨打荀小林的号码。电话里传来的不是荀小林的声音，我是他的商业合作伙伴凯斯林钱。约翰钱说出暗语，十分抱歉，荀先生正在参加葬礼，他自己的葬礼。约翰钱当即挂断电话，他知道这是荀小林被抓的暗语，果然出事了。你赶紧开车，我来告诉主管。此时龙国殡仪馆里，荀小林的司机刚撂下电话，嘟囔道。什么人啊？话没说完就挂。荀小林还欠我2个月工资和丧葬费呢，还好昨天偷运那铁疙瘩，我找中间商省了500。他看着荀小林的遗照，暗自腹诽，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去蹦迪，活该把自己蹦没了。乔治接到约翰钱的汇报时，正在和鹰酱商务部部长商谈对龙国军工企业的出口限制。我建议把腾龙废品收购站加入制裁名单。乔治把担忧说出后，商务部部长当即大发雷霆，阁下的意思是龙国逮捕了您派去的顾问，还把机械狗换成砖头侮辱我们？龙国怎么敢？他们疯了吗？难道不怕我们的导弹吗？这让我无法容忍，我要让商务部狠狠地制裁他们。与此同时，废品街的南北街头已经封锁，无数围观群众举着手机远远拍摄。杜春亮考完专升本和同学小酌后经过这里，见封路便向路人打听，却没人能说清具体情况。他忽然想到我，连忙把自行车停好，爬到路边的树上拉近手机镜头，隐约看到了腾龙废品收购站的牌匾，真的是李下家，这次看你往哪跑。杜春亮窃喜，连忙给刘福海发信息，还打算发朋友圈。另一边商场电梯口，刘福海正堵着笑话苏雪，苏雪我真的喜欢你，你就答应和我约会吧好不好？起开，再挡着我就报警了。苏雪黛眉微皱，嫌弃的想躲开。苏雪和我是数学社舍友，而刘福海靠着副校长父亲的关系，在学校胡作非为。苏雪我真的喜欢你，我家世好体力好，不像李夏那个废物，除了数学好一无是处。我真不知道我哪点不如他。刘福海又拦住他，你不要胡说，我们只是偶尔谈论高数题而已。还有我劝你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答应你。苏雪气冲冲地说完，趁着有人来等电梯，闪身挤过人群离开了。刘福海气得脸色铁青。就在这时手机响了，看到杜春亮的信息，他连忙向门外跑，同时拨通了小姨张美珍的电话。小姨在电台吗？有大新闻你来不来？张美珍是龙都夜话的记者，长相甜美却业绩不佳，遭到同事排挤，正急着找重大报道挽回局面。她在废品街北侧路口四处寻找能采访的人，看到了正赶来的陈飞翔和林汉成。请问您2位是和里面的军车一起的吗？张美珍拿着话筒率先问陈飞翔。对不起，无可奉告。陈飞翔皱了皱眉，侧身躲开话筒。你是军工委的科研人员吗？长得太帅了，我好崇拜你啊。张美珍又拦住林汉成，眼里满是崇拜。我是201所的，正要去腾龙废品收购站见森树人院士，给他汇报我最新的科研成果。林汉成被张美珍的美貌吸引，骄傲地说道。小林不要乱说。陈飞翔急忙提醒，却已经晚了。组长，我又没说假话，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林汉成看着张美珍，心神荡漾。您找森老汇报的工作很重要吧？方不方便简单透露？就一点点，我好回去交差。张美珍假意跌倒，撞进林汉成怀里。小心点，是很重要的机密，事关国防大事。林汉成刚抱住他，就被陈飞翔拉开，话也被打断。林汉成再乱说，我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陈飞翔的咆哮声叫醒了沉迷美色的林汉成，
组长我。林汉成幡然醒悟，满脸慌张，赶紧走。陈飞翔瞪了张美珍一眼，拉着林汉成走向站岗的士兵。张美珍面色一喜，连忙跑回自己的车，冲驾驶位的刘福海喊道：“小海，马上关上音乐。”他拿出无线接收器和耳麦，迅速调试好。他刚才故意跌倒，已经把微型接收器贴在了林汉成身上。废品站里，王海岩看了3次腕表，终于忍不住打断赵社：“老赵，你到底要看到什么时候啊？森老还在等着呢。”忘了，森老这份材料没问题，绝对物超所值。你看这里。赵社在森树人面前翻开图纸给他看。王海岩与刘天明无奈地翻了个白眼。森老，既然老赵已经确定了资料的真伪，那尾款。王海岩上前搓着手，嘿嘿直笑。知道你们着急，你们2个把他送走，我马上打电话。森树人苦笑着摇了摇头。赵社是他带出来的，看起书来废寝忘食，也正因如此，才在核电池领域进步神速。王海岩和刘天明驾着赵社走出院子后，森树人拨通了军工委的电话，不到1分钟，我的手机就震了，剩下的5000万到账了。我再次在护卫的监视下进屋，拿出2沓A4纸，机械狗图纸几10张，无人机图纸不到10张，都是从系统里摘抄的部分，剩下的以后再想办法捐献，这就完了。这也太少了。王海岩翻了几页，一脸不解，白送的还不知足，我又没要钱。我耸了耸肩，李小友说的是，你的卷子正在送来，估计这会儿。森树人的话没说完，就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森老，您身子骨还挺好啊，好久不见了，我是清北大学新晋副校长王志刚，很高兴见到您。森老，您还是坐着吧，在场的都是晚辈，您不用站起来。孙建国紧走2步扶住正要起身的森树人。您好，王院长，我前几天就听说您升任清北大学校长了，一直想见见，这次终于得偿所愿了，感谢您这么多年为祖国培养人才。森树人执意起身向王志刚伸出手。森老谬赞了，这都是晚辈应该做的，您才是晚辈心中的楷模。王志刚受宠若惊。森老好。陈飞翔和林汉成看到森树人看来，连忙躬身问好。拿来吧。森老看向孙建国伸出手，孙建国连忙把文件袋递过去。森树人打开看了看试卷，转手交给了刘天明。刘天明仔细看了看最后大题的答案，随后看向林汉成，语气温和地问：林汉成，今天咱们所是你去负责阅卷的吧？他心里也有判断，却不想轻易误会人。是的，刘总工。林汉成还不知道试卷的来历，暗自窃喜，以为要得到表扬。你看看这篇试卷是不是你判的分？刘天明把试卷递给了他。林汉成听到试卷2字，心里瞬间慌了，他立刻想到了自己剽窃图纸的那份试卷，可他又心存侥幸，觉得试卷还在档案室，不可能这么快被拿来。直到他看到试卷上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的字样，心脏狂跳不止，这正是他几个小时前钻研过的图纸。不行，我绝对不能栽在这里。林汉成翻到试卷正面，看到我的名字，立刻慷慨激昂地说道：这个叫李夏的考生，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剽窃了我的设计图纸，还妄想在考试中一鸣惊人。好在是我去判的卷，本来我的设计图还有一部分不完美，我还想再更改一下，但是因为这份试卷的出现，我才觉得应该立马上交图纸，以免外泄。我们要马上报警，把李夏抓起来，问问他有没有把剽窃我的图纸外泄出去。他的话让众人面面相视，一时不知该相信谁。林汉成心里暗自得意，这么完美的解释连我自己都信了，这次一定能蒙混过关。就在这时，一名护卫走到森老面前，敬了个军礼。森老，检测到此地有不明信号源，队里请求马上屏蔽，马上屏蔽，绝不能让机械狗数据外漏。王海岩震惊的立刻大喊：照他的话去做。森树人脸上的从容终于褪去，露出震惊，连忙下令：是队长。森老批准，马上屏蔽。护卫立正敬礼，立刻通过衣领上的通信设备传达命令。此时废品街北侧道口的车里，刘福海和张美珍正凑着耳麦听里面的动静，突然传来杂音，怎么没声了？是不是这玩意儿坏了？刘福海抬手拍了2下接收器，不好，被军方发现了，赶紧开车去电台。张美珍迅速关闭接收器，拔掉存储卡揣进兜里。小姨坐稳了。刘福海不敢耽搁，赶紧踩油门。黑色轿车伴着刺耳的发动机声窜出绿化带，一路疾驰而去。开出很远，确认没人追赶，刘福海才松了口气，随即对后座的张美珍说：小姨，刚刚那个存储卡的数据我也要。不行，我们听完就好，存储卡必须马上销毁，否则会惹大麻烦。张美珍坚决拒绝，她清楚窃取国家机密的严重性。这样啊，那李夏剽窃作弊的事不就没证据？刘福海满脸失望，他本想让当副院长的老爸开除我，你和李夏有仇。张美珍看穿他的心思，朋友圈传的腾龙废品收购站就是他家的吧？你是想借我的身份整垮他？与此同时，废品站内，护卫队长拿着扫描仪器，带着3名荷枪实弹的护卫走到众人面前，所有人站在原地不要动。他对着森树人微微弯腰：森老，抱歉打断您的工作，我有责任搜查在场所有人，请您谅解。无妨，这是你的职责，从我开始吧。森树人在张翠玲和孙建国的搀扶下站起身。护卫队长虽知森老不可能有问题，仍认真搜查，随后依次检查在场众人，连201所带来的检测设备也没放过。当探测器划过林汉成时，发出了警报声，不许动。护卫队长立刻挡在森树人身前，另外2名护卫举枪对准林汉成的额头：别开枪，我是201所的科研员，我什么都没有啊！林汉成高举双手，满脸惊恐的大喊：搜身！护卫队长下令，一名护卫很快在林汉成的白大褂兜里搜出小型透明发射器。不，这东西不是我的！林汉成急得辩解，又求助的看向陈飞翔：组长，你替我说句话啊，我一路都跟着你。话没说完，他突然想起了张美珍，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女记者，一定是她，怎么回事？森树人目光锐利的看向陈飞翔，陈飞翔不敢隐瞒，立刻把张美珍采访故意跌倒的事说了。森老，这事交给我。李国战走，张翠玲主动请缨，带着孙国战跑了出去。张翠玲刚出门，森树人又对护卫队长说：联系特勤大队，务必抓住人。护卫队长立刻离去。森树人看向林汉成，满脸嫌弃：说说吧，你打算怎么办？森老，我真不知道发射器的事，我把发动机技术无偿捐献，不要任何奖励和晋升，只求抵消
这次泄密事件，求您了。林汉成摇着试卷苦苦哀求，说着还往前迈了一步。吧嗒，一名护卫打开了枪的保险枪口，对准他。我没恶意，我没恶意。林汉成吓得立刻跪下，他知道护卫会毫不犹豫执行战场规则，心瞬间凉了。林汉成，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你手里的图纸，你现在讲解图纸，要是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我保你没事，还会为你请功。真的，太好了，我这就开始。林汉成惊喜地抬头看向举枪的护卫，让他说吧。好不了，孙树人发话，两名护卫才把枪口对准地面。林汉成颤抖着拿起我的试卷，咽了口唾沫，声音都不连贯。我先从第一段开始，这个气动布局的设计重点。我斜着眼睛鄙视地提醒他，对，气动布局的设计重点，这重点是设计。林汉成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几分钟过去，现场寂静，只有试卷抖动的哗哗声。他强行记下的思路早已消失，就算看着图纸也看不懂了。汗珠顺着林汉成的额头滴落，浸湿了我的试卷，字迹变得模糊。刘总，试卷湿了。不等他说完，我把刘天明手里的合同翻到背面递了过去，这是另一张图纸。林汉成看着图纸，满脸难以置信地看向我，别看我，看图说话都不会，难道你语文是棒子教的？看不懂还偷？行了，李夏，别刺激他了。刘天明无奈地看向孙树人，带走吧。孙树人早已心知肚明，叹了口气对护卫下令。林汉成瞬间明白一切，想起自己刚才的慷慨陈词，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众人看着他被带走都心生惋惜，他10几年的苦读白费了。李夏，咱们继续谈，这张图纸的技术你还想用什么换？刘天明拿着试卷和合同问道，言下之意是已然处置了剽窃者，希望我满意。我想扩大收购站面积，把西边的人工湖也扩进来，方便我试验水下装备和大型机械设备，比如龙门吊、冶炼熔炉、推土机，这些给我配。我说出了早就规划好的要求，系统里还有航母潜艇技术，人工湖正好能用来试验。你还喜欢远洋装备？孙树人诧异地问。所有军工装备我都喜欢，过一阵打算研究航母和潜艇。我点头回应。年轻人别迷信做梦的事，还是要脚踏实地系统学习。孙树人笑着劝我，随后拨通军工委电话，沟通我的要求，征地涉及面广。军工委说最晚1小时给回复。孙老，天快黑了，我们就在这儿就餐，边吃边等吧。王海岩扶着孙树人问道，就在这儿吃，不然有些人怕是一口也吃不下。孙树人看向刘天明开了个玩笑，他心里清楚，关键技术只有我懂，只要我的要求不过分，都会尽量满足。就在众人边吃边等时，刘福海驾驶轿车抵达电台大门，车牌扫过门镜，台杆缓缓升起，两人都没注意，后座的接收器背部指示灯闪了一下，对面打印社的一台老旧进口打印机也无声接通电源存储着信息。刘福海刚踩油门开进大院，3台警车和2台军用越野车就拉着警笛疾驰而来，领头警车撞断台杆截停了他的车，不许动，下车。张翠玲端着枪对准驾驶室的刘福海大喊，刘福海连忙停车，高举双手下车，乖乖趴在车头上，余光瞥见后座的张美珍正把存储卡吞进嘴里。张翠玲带走刘福海和张美珍后，对面打印社迎来客人，老板更换墨盒时，打印机里存储的数据被无声传了出去。大洋彼岸，鹰将国情局总监乔治正在办公室翻看龙国资料，约翰前拿着小型扩音设备慌忙跑来，阁下您必须听听这段最新录音。扩音设备里传出废品站内的对话，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乔治满脸震惊，刚刚收到的，事关重大，我立刻就来汇报。约翰前恭敬地说，难怪，看来林汉成是机械狗发明者，正因为图纸被剽窃向孙树人汇报。乔治分析道，马上联系龙国的人，查李夏是谁，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拿资料。阁下，李夏我们已经查过了，是腾龙废品收购站老板李富贵的侄子，叔侄俩共同经营，视频里操控机械狗的就是他。约翰前早已提前查好资料，太棒了，钱你立功了。事情应该是这样，林汉成设计了机械狗在废品站秘密生产，李夏偷偷拿出去显摆，还在考试中偷画图纸被发现。乔治兴奋地说道，是的，阁下，我们还在他们的朋友圈发现了废品站的消息，有飞机和装甲车守护，足以证明这里对龙国很重要，很难轻易从李夏手里拿资料。约翰前提醒道，我知道，让他们重点关注，有机会就下手，没机会就放弃，重点关注林汉成，他比孙树人好对付，有机会。乔治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是的，阁下，我这就催促商务部制裁腾龙废品收购站。这次信息传递及时，虽预估错了发明者，但和荀小林的信息相互印证，这里就是机械狗生产商。至于荀小林，我相信你和你情报员的忠诚。乔治挥手让他退下。废品站内，众人正吃着韭菜盒子，张翠玲拿着2张纸跑了进来。孙老人抓到了，没大问题，但他用的设备有问题，特勤大队已经捣毁了远程通讯设备，这是全部资料。孙树人看完资料严肃地说，这个张美珍要好好查，能吞掉存储卡的人不简单，还有这些2手进口设备，有必要搞重点清查专项行动。好的，孙老，我回去就打申请。张翠玲连忙回应，不用麻烦，回头我让军工委和国工委联合下发协查通告，你们地方配合就行。我国的通讯领域还有待提高啊。孙树人感慨道，其实可以在毫米波频段做文章，利用频带宽度给4G提速。我随口说道，你连通讯都懂？王海岩满脸震惊地问道，就懂一点，研究机械狗和无人机时，想过集群出动的情况，就顺带研究了通讯手段，觉得信号传输太慢，琢磨2天有了点心得，把4G 的带宽从300兆到3G，扩大到3G 到300G，传输速度能提高10倍，再改动调制技术和天线技术，就能实现多台无人机机械狗同时操控，还不互相干扰。王海岩嘴里还挂着韭菜叶，张着嘴一脸难以置信。刘天明咬着韭菜盒子僵在原地，其他白大褂也被震惊得说不出话。孙树人干咳2声，看向王海岩的目光有些怪异，快说说调制技术和天线技术是什么？王海岩冲到我面前，抓住我的肩膀，急不可耐地喊。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用力过猛，连忙道歉，不好意思，我们所正好在研究扩大带宽，太激动了。说着还轻轻揉了揉我的肩膀。调制技术叫波束复形技术，能增强
强信号定向性，提高信噪比。天线技术较超大规模天线阵列技术，部署64个甚至更多天线单元，通过空分复用提升频谱效率，实现多用户并行传输。我如实说道。废品站对面楼顶，狙击手的观察手看着这一幕，好奇地问：这小子是谁？怎么每个人都对他这么震惊？少打听和任务无关的事，注意观察四周。狙击手冷冷回应。另一边，苏雪吃完饭打开手机，翻看着同学们对专升本考试的议论，大多是恭维他的话。他早已免疫，自从复读高考发烧勉强考上这所职院后，他就一心想考清北，杜绝一切无效社交，也得了冷面校花的称呼。突然，杜春亮的朋友圈弹出号外，李夏家废品收购站涉嫌倒卖冰糖已被查封。苏雪点进去看到10几张模糊照片，能分辨出装甲车、直升机和腾龙废品的牌匾。李夏数学那么好，绝不会做这种事。他点开视频，里面有刘福海的解说，还有张美珍采访的画面。李夏倒卖几十公斤冰糖，叔侄俩后半辈子都出不来了，估计要吃花生米。我让我爸赶紧开除他，不能连累学校。视频戛然而止，苏雪立刻想起中午刘福海在商场的纠缠，敏锐察觉到视频有问题，连忙回到卧室，打开白色笔记本电脑，登录龙都社会新闻网查找真相。他很快找到一段视频，画面里我没戴手铐，跟着警官走进废品站，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苏雪立刻在校园网朋友圈留言：全体同学，李夏的事大家不要相信杜春亮，李夏根本就没有事，不信的话可以去龙都社会新闻网查。留言后他想保存视频以防被删，可点击后屏幕弹出红色感叹号，该视频已经被删除，有问题请联系网站管理员。他试图联系作者，却发现作者账号也被清除，彻底愣住了。等他再打开校园网，自己的留言无人相信，反而有上百条留言要求开除我，指责我破坏学校声誉。苏雪无奈地关掉手机，满心无力。同一时间，龙都网警大队办公室里，郭立武刚删完所有相关视频。队长，我把发视频的作者信息都发给城南分局了，你联系张翠玲，让他尽快安排人找到作者，删除原始视频。袁月双眼盯着屏幕，头也不抬地说：你把信息改发给城西分局的杨小辉吧，张翠玲还有别的任务，人手不够用。他正用笔名辕门设计发帖子，帖子点赞过万，跟帖过百，还在逐条回复。郭立武疑惑地走到他身后，队长，咱们得到的命令是删帖，你自己怎么还发上了？你懂个屁！我这是在带节奏，懂不懂？把腾龙废品收购站的热度降下去，最好的办法不是删帖，我故意把这事说成是腾龙废品收购站花钱炒作，用不了2天就没人关注了。说着，他还贴出了伪造的落款为腾龙废品收购站的装甲车模型雇佣费用清单。郭立武恍然大悟，我懂了。龙都远郊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办公室里，系主任王青山拿着开除学籍证明书，眉头微皱地看着刘福海的老爸刘明利。刘副院长，这不符合校规吧？怎么不符合？李夏涉嫌重大刑事案件，我们第一时间开除他的学籍，这充分证明了我校重在育人的办学宗旨，不能因为他这一条臭鱼，搅了我们30年无重大事故的教学声誉。刘明利语气强硬又话里带话，王主任，你要想清楚，不签这个字，一旦查到学校，你的系主任就算做到头了，5年内别想晋升。你今年都56了，退休前最少还能升半级，这半级关系到你的养老保险，公积金每个月能多1000多，退休金也能多几百。王青山踌躇片刻，最终还是在文件上签了字。刘明利又指挥道，把日期写到前天，李夏是今天出的事，写今天会被扣督导不严的帽子，想想你的保险和退休金。王青山叹了口气，写下日期，盖上自己的私章。刘明利拿起文件，急匆匆地说：行了，老王，我现在就去盖公章发到校园网，再装进李夏的档案袋，一定要快。此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开除，正被王海岩缠着讲解通信技术。身材微胖的王海岩像个小学生，不停地问为什么，厚重的大手死死抓着我的肩膀，我怔了几次都没睁开，几次向森树人求助，他却像没看见一样。我瞬间明白他们是想逼我压价，好让我主动降低通讯技术的售价。我假装被磨得没办法，对着森树人喊道：森老，这通讯技术你们军工委要不要？森树人却看向院子顶上的 LED 大灯，煞有介事地说：李夏，你这院子里的灯也不亮啊。我挣脱王海岩的手，急着说：森老，这技术可以让龙国的通讯技术远超鹰将，今晚的月亮好像有点亮啊。刘天明今天是不是阴历15啊？森树人又看向偷笑的刘天明，我见王海岩又要开口，连忙上前，一口价2000万，今晚的星星好像不是很多啊。森树人依旧抬头看天，就在王海岩的大手再次抓住我的瞬间，我脱口而出：1000万不能再低了，成交，马上打款。森树人瞬间含笑直视着我，随后对着王海岩招手：王海岩，你过来，这次记你一功。王海岩露出憨厚的笑容，凑到森树人身边讨好道：森老，我的演技还行吧？明年的经费你可要多给我们批点，我们科研员这个月的奖金还不到300块，就更别提加班费了。我心里一沉，上当了，姜还是老的辣。没想到王海岩憨厚的外表下还有这么好的演技。森树人看着我笑着解释：李夏，你也不要怪王海岩，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国家，国家现在经费有限，我也只能出此下策。以后有关坦克装甲方面的技术，还希望你能优先给203科研所。我看着他说：森老，我不明白。没有什么不明白的，每个人都有秘密，我们任何人都不会去问你不想说的事情。龙国保证你的言论自由，我只要知道你不会出卖龙国就行了。森树人目光坚定，我还想解释避免被抓去研究，却被他打断。放心吧，军工委和国工委那边我都打过招呼了，从现在开始会有24小时专人贴身保护你，你的安全是我们必须保障的。我后来才知道，森树人当时刚收到国工委的秘密通知，我卡里的一个亿凭空消失，查无记录，偷运机械狗的人全部抓获，无调包可能，怀疑我的技术与外星文明有关。也正因如此，他才对我格外包容。毕竟机械狗、无人机、核电池，只要我没收钱，他们就看不懂技术，收钱后却能一目了然。再加上银行卡里的钱凭空消失，由不得他不联想。我连忙澄清：森老，晚辈多谢了。
还是那句话，我无心加入军工所，我的志向不在此。我怕他们搞贴身软禁，耽误我收集废品升级系统。知道，你不用害怕，我们的保护不会限制你的任何自由，你就算想出国都可以，我们只负责你的安全，其他一概不管。孙树人笑着安抚我，他其实也是说给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听的，生怕无意间得罪龙国惹不起的存在。我松了口气，试探着问，那就多谢孙老了。不知道我原来的那些提议，军工委那边批复了吗？看看我这脑子，批复了，明天开始就逐步给你办，咱们继续完成交易吧。你看看应该已经到账了。一旁的刘天明连忙说，孙老这合同还没签，无妨，我信得过李夏。孙树人的话让我久违的热血再次沸腾，龙国从不辜负相信他的人，这点我从未怀疑。孙老稍等，我马上进去拿资料。我转身就往屋里走，孙树人喊住正要跟着监视我的护卫，不用跟着了，告诉你们队长，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李夏的安全。立即命令即刻生效。鹰将六角大楼里，对龙国的制裁名单正式出炉，腾龙废品收购站赫然排在第6位，与华兴通讯等5大军工单位并列，理由是涉嫌向不友好国家出售敏感技术。此时正是龙国深夜，网友们纷纷在各大网站留言调侃：六角大楼精选，你值得信赖。我龙国大废品收购站威武。网警大队里，袁岳正和同事们在桌上吃晚饭，看到制裁名单上的腾龙废品收购站，一脸无奈地看着同样震惊的袁岳。这鹰将气死我了，偏偏这个时候发制裁名单，我好不容易才把腾龙废品收购站的热度降下去，这下半天白干。苏雪也第一时间看到了制裁名单，正想去校园网为我证明，却弹出了盖有学院大红钢印的开除令，开除的正是我。他起初以为是刘福海的恶作剧，可看到王青山的私章和亲笔签名，还有提前的日期，瞬间心如死灰，靠在座椅上喃喃自语，完了，他的清北梦碎了。这时我拿着图纸走出，看到刘天明、王海岩正围着孙树人嘀咕，便走过去。孙老这里就是全部的图纸了，有发动机的，也有通信技术的。刘天明接过图纸，笑着说：“李夏，你打开手机看下热点新闻吧，希望你不会惊讶。”我早有预料，我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心里想着今天动静这么大，收购站的名头估计早就传遍朋友圈了。可拿起手机，校园网首页弹出的开除通告，还是让我愣了一下。倒是一旁的王海岩脱口而出一句脏话：“我靠，爸你注意点影响。”王小雨连忙提醒他，羞臊的四下看了看，见大家都装作没听见，才松了口气。王海岩不管不顾，一把抢过我的手机，仔细看了几眼，就举着手机跑到孙树人面前：“孙老，李夏被开除，你看看。”孙树人面露不解的看起来，刘天明、王志刚、孙建国等人也好奇的凑了过来。看完后，众人都为我鸣不平，唯独王志刚眼睛一亮，脱口而出：“太好了！”众人纷纷气愤的侧目。王志刚连忙解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李夏已经被开除，我们清北可以现在就接收他。作为李夏的母校，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制裁后果。”王海岩眨了眨眼，若有所思：“原来你是这种打算。”孙建国立刻说道：“我现在就打电话调李夏的学籍档案，明早就送到你们清北，你们顺便把接收函补上。”我连忙摆手：“我觉得没必要了吧，我不再打算去上学了。”笑话，有系统在，谁还去学校浪费时间？抓紧收集废品升级技术才是王道。孙树人看着我，耐心劝导：“李夏，我认为王院长说的对，就算你不想去上学，也要有个出处。你的技术迟早会被有心人发现，与其到时候引来猜疑，不如现在就把话题堵上。”我瞬间明白，有清北学生这个身份，确实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便笑着对王志刚、杜勇道谢：“那就多谢王院长、杜院长了。”孙建国连忙凑过来讪笑着说：“还有我呢，这调转学籍可是要我来办的。”我挠了挠头，有些尴尬。当然，最需要感谢的还是你，您贵姓？杜勇哈哈大笑，连忙介绍：“这是咱们龙都市教育部的孙建国，孙部长。”孙部长十分感谢，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连忙双手合十向孙建国鞠躬。孙建国心里的尴尬瞬间消散，笑着说：“既然双方都同意，职业学院又开除了李夏，我现在就给人事科打电话，明早就去调档案。”王海岩拍了拍我的肩膀，打趣道：“你小子因祸得福，害得我白白为你担心。我也没想到。”我耸了耸肩，接过手机：“李夏，你在班里人缘很不好吗？”王海岩突然问道：“怎么说？我觉得还可以啊。”我有些诧异：“那你被开除这么大的事，怎么没人告诉你？而且你看到通告时都不惊讶，难道你早就知道了？”我不惊讶是因为我觉得没必要，至于早就知道，你看日期是2天前的，要是我早知道，今天也不会去参加专升本考试了。被开除的学生可没资格考试。我顿了顿，又补充道：“至于没人告诉我，是因为我们班同学都没有我的电话号码。”说完，我打开校园网，全都是要求开除我的留言，直到看到苏雪的留言，她发了上百字，字里行间都在坚决反对学校开除我。我嘴角微翘，苏雪的模样瞬间浮现在脑海，马尾辫、白衬衣、牛仔裤，身材曼妙，冷若冰霜的脸上偶尔的微笑格外动人。王海岩搓了搓手，打断我的思绪：“李夏，你还是看看新闻吧，你的收购站好像被鹰将制裁了。”他显然想看看我震惊的表情。鹰将制裁？我这是收废品的，又不是军工企业。我嘴上不信，手上还是打开了手机。头版头条赫然是鹰将制裁龙国大名单，里面全是和腾龙废品收购站相关的资讯。我看完后若无其事地放下手机。王海岩一脸失望：“这就完了？你没看到你家收购站的名字吗？龙都叫腾龙的商家不下几百个，废品收购站也肯定不少。再说我家收购站注册备案时叫富贵废旧物品收购站，门上的牌子是上家留下的，我们叔侄俩偷懒没换，谁卖废品还看名字啊？”我无所谓地说：“就算真制裁的是我家又如何？鹰将又不是天王老子，还能管得了我这个废品收购站？我看他就是吃饱了撑的。”王海岩显然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
反倒被我的霸气说得热血沸腾。这时孙树人开口了：“王海岩，今天很晚了，我们先走吧，明早接李夏去军工委，让他给你们讲解设计图纸。”说完，他扶着阮乙想要起身，孙建国和张翠玲立刻上前搀扶：“天明，我坐你的车回去吧，飞机的噪音太大了。”孙树人对刘天明说：“好的，孙老，我扶您。”刘天明连忙上前搀扶孙树人。王海岩回头对我说道：“李夏，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我笑着回应：“叔叔。”李富贵局促地跟在我身后，搓着手送别众人：“大家慢走，我就不送了。夏儿，咱们家以后是不是就不用收废品了？”李富贵看着众人离去的方向，小心翼翼地问：“废品咱们该收还是要收，只是收得多点，收购占面积大点而已。以后你就是这里的一把手，这上千亩地盘都是咱们的。等军委动迁完毕，咱们招点大学生，你就管理他们，以后你就是李大经理了。”我搂着他的肩膀，一边往屋里走，一边给他讲未来的规划。对面楼顶2名特勤护卫收拾好器械，跑下楼向护卫队长敬礼，报告我2人撤离狙击位，请求归队。护卫队长整理好着装，面向14名特勤护卫大声说道：“同志们，接到军委一级命令，我队奉命24小时贴身保护李夏。”14人的回答响亮而有力。今晚1组执勤，2组休息戒备，解散。我和叔叔对此毫无察觉。进屋后，我指着桌上的图纸继续和叔叔规划，就像我刚才说的，以后你管着上千亩地盘，招些大学生，底薪3000加提成，肯定有人来应聘，比雇民工划算多了。李富贵有些担忧：“雇民工就行，大学生谁愿意来啊？再说他们放不下面子，和饿肚子相比，面子一文不值。”我笑着说：“本来还想招我们学校勤工俭学的学生，可现在我已经不是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了。”说到这里，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李富贵看出我情绪不对，连忙安慰：“到时候问问王小雨，他不是管后勤的吗？问问军区能不能派点人过来，工资咱们出。他知道我虽然被清北接收，但被原来的学院开除，心里难免不舒服。没事的，叔，我觉得我还是不能忘本。虽然学院不仁在先，我却不能不义在后。那些需要工作的学生是无辜的，我们有能力了能帮就帮。”我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选择。第2天早上，我和叔叔刚起床，还没吃早饭，护卫队长就敲门进来了：“李夏您好，我奉命接您去军工委开会。”叔叔看着他严肃的表情，没敢吭声。“你好，那我叔呢？他不能跟着去吗？”我替叔叔问出了他的顾虑：“您选择带不带他去是您的权利，不带的话，这里也会留人看护您的收购站，请您放心。”护卫队长不卑不亢的回应：“叔，你想不想去看看军工委的大会议室？”我搂着叔叔笑着问：“去，当然去。等我参加完军工委的会议，我老李也有的吹了。”叔叔瞬间从局促变得狂喜，搓着手翻找过年才穿的西服。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心里满是感慨：若不是我魂穿到李夏身上，叔叔恐怕这辈子都进不了军工委的大门。既然命运让我成了他的侄子，就该带他见识见识，也算报答他多年的照料。李夏，您同学有叫刘福海的吗？护卫队长突然按着耳朵听了几秒，看向我问道：“有啊，怎么了？”我诧异回头，他现在在您的废品收购站外，随身还带着水果刀，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他说他是您同学，您看怎么处理？护卫队长眼神锐利：“人就放了吧，只是不学无术的毛头小子。刘福海只是缺乏管教，没什么大错。”此时门外，刘福海双手抱头，被2名特勤用枪指着趴在地上。他今早刚被审查完释放，越想越气，想找我报复，刚下车就被控制了。大哥，我真不是李夏的同伙，我就是他普通同学。我爸是刘明利，职业技术学院的副院长，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你赶紧走吧。特勤收到指令，收起枪。刘福海如蒙大赦，爬起来钻进车里，一脚油门就逃了。报复的念头早抛到了九霄云外。